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秘密花园系列花彩罩衫。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产品分为后片、前片、前后片连接、袖子和系带。先制作前后片，再将前后片进行连接，然后制作袖子，并安装。最后钩织系带，系在门襟处和袖子上。这款产品分为大小2个码，制作方法基本相同，遇到不同位置会分别讲解和演示。先制作后片，分为身体、后胸片、下摆。先学习身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用到的针法有锁针、长针、短针、长长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钩第一行。注意实际断刃线有多种颜色的分段，钩织起始位置的颜色不同，成品的效果也不相同。大家可以参考成品，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断刃线相应颜色部位开始钩织。因为线材特殊，不易拆卸，建议先用家里的零线学习编织方法，熟悉后再用原版线材钩织。为了方便大家观看，这里我用其他线材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首先，按照各自码数的图解起对应数量的锁针。我这里起针数较少，不做参考。接着钩第一行，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1针长针，然后挑倒数第4个锁针上方1根线，钩1针长针和2个锁针，下方空2个锁针，从第3个锁针开始，依次钩3个短针，完成后钩2个锁针连接，下方空2针，挑下一针钩1个长针和1个锁针，接着同一位置再钩1个长针，然后钩2个锁针。我们将这7针看作一个花样1，下方空2针，从第3针开始
依次钩3个短针，完成后空2针，钩花样1，完成后，后面就是按照钩花样1、花样1左右钩3个短针连接的规律钩完这一行。这一行最后一个短针结束，钩2个锁针，下方空2针，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2个长针，这样第一行完成。正对着我们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也就是纹理清晰的这一面，起针线头在左边的这一面。继续钩第2行，立3个锁针起立，翻面，这3个锁针算作1针长针，对应下方第1个长针，接着在第1针上再钩2个长针，然后钩2个锁针连接，在下方这3个短针中间这个短针上挑针目钩1个短针，接着钩2个锁针，然后在左侧这2个长针之间的锁针洞眼里钩5个长针，完成后又钩2个锁针。我们将长针前后2个锁针及之间的针法看作花样2，继续在左侧3个短针中间这个短针上钩1个短针，后面就是在花样1上钩花样2，花样2左右钩短针连接，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完成后，最后再钩2个锁针，然后挑上一行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3个长针，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接下来钩第3行，
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挑下方3个长针针目，分别钩一个短针。完成后，钩4个锁针连接。接着挑花样2上的针目，钩5个短针。完成后，又钩4个锁针连接。后面就是挑花样2长针针目，分别钩一个短针，之间钩4个锁针连接。完成后，钩4个锁针，在最后3针上分别钩一个短针，最后一个短针是挑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织，这样第3行完成。继续钩第4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依次钩2个短针，然后钩一个花样1。注意花样1长针的入针位置，钩在左侧第3个锁针上，挑1根线钩织。完成后，在左侧这5针中间的3个短针上各钩一个短针，然后又钩花样1。注意长针的入针位置在左侧第3个锁针上。完成后，钩3个短针，是钩在中间这3针上。后面就是按照这样的演示，在第3个锁针上钩花样1，这5针中间的3针上各钩一个短针，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在最后2针上各钩一个短针，这样第4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5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在第1针上钩一个短针，完成后，在左侧花样1上钩一个花样2。左侧第2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后面钩织就与第2行一样，大家在花样1上钩花样2，花样2左右钩短针连接，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
最后一个花样2完成后，在左侧最后一针上钩一个短针，这样第5行完成。第5行完成后，接着钩第6行，立4个锁针起立，算作一针长长针，翻面，接着钩一个锁针过渡，在左侧花样2上挑长针针目，钩5个短针，接着钩4个锁针连接。后面大家就对照图纸一直钩到倒数第3针结束。完成后，最后先钩一个锁针连接，接着挑下方短针针目钩一个长长针。长长针的钩织方法就是钩针绕线2圈，穿入针目，绕线钩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重复3次。这样长长针就讲完了。这样第6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7行，立3个锁针起立，翻面，在下方长长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和2个锁针，完成后，在左侧5针的中间3针上各钩一个短针，完成后，挑左侧第3个锁针，钩一个花样1，后面钩织方法就与第4行一样，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钩2个锁针连接，挑上一行起立针第4个锁针的2根线，钩2个长针，这样第7行完成。前7行完成后，可以测量一下织片的尺寸，如果尺寸相差过大，需要调整手冲颈或者更换钩针型号，重新钩织。身体剩余行数，大家就按照第2行到第7行的钩织方法将它完成即可。身体完成后不断线，这样身体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后胸片，是在身体上继续钩织，两边持续减针。请看演示，取出钩好的不断线的身体织片，我这里用小样演示，钩织后胸片第1行。在钩织之前，我们需要用度线的方法调整起始位置，拉到线圈，然后将线团或者织片从线圈中穿出，稍微拉紧线头，翻面，
接着找到锁针动眼左侧第一个短针，钩针穿入针目，将线勾出。注意这里的度线不要拉得太紧或太松，保持织片平整。这样线头就调整了起始位置，这个就是度线的方法。右侧相当于减针了。另一个锁针起立，左侧针目上依次钩3个短针，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一直钩完最后一针。后面还剩几针不钩织，这样左右两侧就形成了减针的效果。这样后胸片第一行就完成了，后面剩余行数大家就按照自己手里各自的尺码图解钩完即可。完成后钩一个锁针，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藏线。这样后胸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后胸片完成后，下面学习下摆，分为第一个花片、其余花片和花边。先制作第一个完整花片，其余花片都是边钩边连接，最后钩织花边。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5针并1针、长针3针的枣形针、长针减针、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首先环形起针，因为线材特殊，在钩第一圈时可以稍微慢一点，并且短针不要钩得太紧，可以松一点。另一个锁针起立，接着在线圈里钩8个短针，完成后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收紧织片中心。接着与第一针钩引拔针连接，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来钩第2圈，另一个锁针起立，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藏一下，接着钩3个锁针连接，后面就是在每个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短针左右钩3个锁针连接。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圈，另一个锁针起立，先在左侧
锁针动眼里钩3个短针。完成后，后面就是在每个锁针动眼里钩3个短针，一直钩完这一圈。最后引拔连接，这样第3圈完成，继续钩第4圈，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一针长针。接着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1针放3针，长针1针放3针，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3个长针。完成后，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和3个锁针。我们将开始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组，这一圈就是重复这一组。先依次钩一个长针，一个长针1针放3针，一个长针和3个锁针。大家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最后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钩引拔针连接，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下面来钩倒数第2圈，先钩2个锁针起立，算作一针长针的未完成针。接着在左侧4个针目上依次钩4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先钩第一个，钩针绕线1圈，穿入，注意这里稍微有点变形，不要忘记了。绕线钩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现在钩针上还剩2个线圈，这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左侧依次再钩3个。完成后，绕线一次钩出，这样一个特殊的长针5针并1针就完成了。接着钩3个锁针连接，左侧锁针动眼里先钩一个长针和3个锁针，同一位置再钩一个长针。完成后，继续钩3个锁针过渡。左侧长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5针并1针，先钩5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绕线一次钩出，这样长针5针并1针就完成了。我们将开始的3个锁针过渡到现在的针法看作一组，这一圈就是重复这一组。
大家再勾6组。最后一个长针5针并一针完成后，先勾3个锁针连接，接着在左侧锁针洞眼里勾2个长针，长针之间勾3个锁针连接，最后再勾3个锁针，接着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倒数第2圈就完成了。接着来勾最后一圈，先在左侧锁针洞眼里勾一个引拔针过渡，完成后勾一个锁针，接着在左侧针目上勾一个引拔针，完成后来勾最后一圈，立3个锁针起立，算作1针长针，接着勾3个锁针连接，完成后下方勾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勾一个长针，接着跳过下方锁针洞眼，在左侧长针针目上勾2个长针，之间3个锁针连接，完成后勾3个锁针过渡，左侧第3个锁针洞眼，也就是长针之间的锁针洞眼，勾一个拐角，先勾3个长针，接着勾3个锁针，然后勾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先勾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线2圈，穿入，绕线勾出，再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重复2次。这样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就勾好了，再勾2个。完成后绕线一次勾出，这样长针3针的枣形针就完成了。继续勾3个锁针连接，同一洞眼里再勾3个长针，完成后这样一个拐角位置就勾好了。接着勾边，先勾3个锁针，左侧长针针目上勾2个长针，之间勾3个锁针连接，完成后左侧长针针目上也勾2个长针，之间勾3个锁针连接，
最后勾3个锁针过渡，这样边的位置就勾好了。后面大家就按照前面拐角和边的位置勾完这一圈。最后3个锁针完成后，调起立针引拔连接，这样最后一圈就完成了，第一个完整花片就讲完了。完成后测量一下织片的尺寸，如果与图解标注尺寸相差过大，需调整手松紧或者更换钩针型号，重新钩织，并与身体起针位置进行比对。要均匀放置花片，小码共7个花片，大码共8个花片。花片的长度大致与身体起针位置的长度一样。接下来继续钩第2个花片，先参考图纸，一直将前5圈钩完。这里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下面来钩最后一圈，需要连接第1个花片，边与边相连，拐角与拐角相连。下面演示一下连接方法。先钩引拔针和锁针过渡，调整起始位置。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然后钩一个锁针过渡，然后取出第1个花片，找到边相对应的位置，在这个锁针洞眼里钩一个引拔针，这个引拔针就相当于完整花片中这3个锁针中间这个锁针，在连接时都需要将中间这个锁针变成引拔针，继续钩一个锁针，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针，左侧长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锁针，又与第1个花片进行连接，钩引拔针连接，接着钩一个锁针，下方长针的入针位置再钩一个长针，完成后钩3个锁针连接，这样边的连接位置就讲完了。接着钩织拐角并连接，先一直钩完长长针3针的枣形针，
完成后，取出第一个花片进行连接，挑第一个花片拐角位置枣形针的针目勾引拔针连接，完成后继续完成拐角位置剩余针法。这样拐角位置就连接好了，后面就是正常钩织不连接，一直钩到最后一个拐角位置的枣形针结束。完成后，又与拐角位置进行连接，并完成剩余针法。最后引拔连接，断线。这样第二个花片就钩好了，并与第一个花片进行了连接。后面大家按照第二个花片的连接演示，一直连接完第一排的花片。第二排的花片需要与第一排的花片和身体起针位置进行连接。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连接方法。先用第一排的花片放在身体起针位置下方，将起针位置临时用线均匀按照花片的交界点固定。固定好后，
取出第二排的第一个画片，开始连接，先一直勾到拐角位置找形针结束。接着取出第一排的最后一个画片，连接这条边和拐角位置。完成后，正常钩织一条边，然后再勾到拐角位置找形针结束。然后又与身体进行连接，身体正面向上，连接位置没有要求，只需要在这固定范围内均匀连接即可，使织片平整。完成后，钩完剩余针法。这样，第二排的第一个画片就连接好了。接着来连接第二排的
第二个花片，这个花片需要与第一排的花片和第二排的第一个花片以及身体分别进行连接。注意，花片这里的交叉点的连接位置可以勾在同一位置，身体交叉点的连接位置也是勾在同一位置。这样，第二个花片的连接方法就讲完了。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花片完成。这样，下摆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下摆完成后，下面来钩织花边。花片在上，身体在下，正面对着自己，找到边缘花片拐角位置枣形针针目，从这里开始接线，先打一个结，将线圈勾出，调整线圈大小，接线完成，立3个锁针起立。左侧洞眼里钩一个中长针和一个短针，接着调左侧针目，依次钩3个短针，左侧洞眼里钩2个短针。完成后，调左侧针目和锁针洞眼分别钩一个短针，一共6针。完成后，左侧洞眼里钩3个短针，针目上依次钩3个短针，左侧洞眼里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完成后，挑下方2个花片的连接处钩一个长针，可以直接挑这个洞眼。这样就在一个花片上的针法就钩好了。因为有些花片的中长针之间的短针数量有些特殊，大家按照图解上的针数钩织即可。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解钩完剩余花片。最后一针长针钩在拐角枣形针针目上。这样花边第1行就完成了。下面来钩第2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下方第1针钩一个短针，
接着钩3个锁针过渡，下方空2针，钩一个短针，后面就是按照先钩3个锁针过渡，再空2针，钩一个短针的规律，钩完这一行。最后一个短针钩在上一行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这样第2行完成。第3行到第7行没有用到新针法，大家按照图解钩完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下面来钩第8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钩一个短针和3个锁针，完成后，在左侧3个大的洞眼里分别钩一个短针，短针之间钩3个锁针连接，完成后钩3个锁针过渡，左侧长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一个长针减针，先在左侧2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绕线一次钩出，这样长针减针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这一行。这样第8行就讲完了。第9行大家也按照图解钩完，下面来讲第10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按照图解钩短针，一直钩到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前，完成后，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的钩针方法就是先钩3个锁针，接着挑下方短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钩一个引拔针，这样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继续钩一个短针，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在对应位置钩对应针法即可。完成后，断线藏线，这样后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前片，分为身体、胸片、
领肩。身体和后片身体相同，大家先按照图解勾完。完成后，钩织胸片。胸片分为一区和二区，二区又分为左胸片和右胸片。先钩织一区，完成后不断线钩织左胸片。钩完后渡线钩织左领肩，然后重新接线钩织右胸片和右领肩。注意，这里的左右是以穿着的左右来区分的，请看演示。大家先按照图解一直钩到左领肩最后一行前，我小样已经钩到了这个位置，下面来钩最后一行。大小码这里最后一行有所不同，我先讲小码的钩织方法，再讲大码的钩织方法。小码最后一行先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接着钩一个长针减针，分别在左侧短针和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各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钩出，长针减针完成，这样左领肩就钩好了。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断线藏线。下面学习大码最后一行，这里用到的长针3针并一针，此针法小码袖子也会遇到，可以先学习针法，具体入针位置可以参考图纸。我用小样做演示，先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接着钩一个长针3针并一针，分别挑左侧锁针洞眼和短针针目，各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后，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绕线一次钩出，这样长针3针并针完成。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断线藏线，这样左领肩就钩好了。下面来钩右胸片，开始需要接线，大小码接线位置稍有不同，具体入针位置参考图纸。我这里以小码进行演示。织片正面对着自己，找到左胸片第1行的最后一针，也就是挑这针的入针位置开始接线，将线打一个活结，并将线钩出，调整线圈大小，这样接线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图解正常钩织即可。右领肩完成后，继续钩织下摆，并连接。完成后钩织花边，这样前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前片完成后，下面需要将前后片连接起来，注意留出袖洞位置，请看演示。下面进行前后片连接，取出后片和前片，两片的正面相对，
我们再反面连接，将花边对应花边，花片对应花片，身体对应身体，边缘用线将两个织片临时固定。如果家里有记号扣或者别针，也可以用记号扣或者别针标记。然后挑前后片边缘钩短针和锁针来连接。入针位置没有特殊要求，只需要使织片平整即可。下面演示一下连接的方法。下面演示用短针和锁针的方法连接两个织片，将两个织片正面相对，反面朝外，重叠放好。钩针穿入两个拐角位置的起针处，接线，立一针锁针起立，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然后钩锁针过渡，锁针的数量参考图纸，这里钩3个锁针，接着穿入左侧位置，注意同时穿入前后2个织片，钩一针短针，再钩锁针过渡，然后同时穿入2个织片，钩短针，继续钩锁针和短针，注意前后2个织片对齐，不要错位。短针的入针位置不固定，只要钩织过程中保持织片平整即可。继续将这条边连完。完成后断线。这样，这条边就连接完成了。这是正面看到的效果。一侧连接好后，将另一侧也连接好，这样前后片连接的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袖子，分为袖身、袖衫和袖边。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将袖子与前后片进行连接，取出左袖，按照图解上标注的前后，将标注的前这个点与前片最后一行固定，标注的后与后片最后一行边缘一针固定。
袖身最后一行两侧与身体腋下位置固定，将两侧中间位置也固定几个点。袖身和袖边也固定几个点。完成后，用前后片连接的方法将袖子也连接好。注意是在反面连接。左袖连接好后，按照同样的方法连接右袖。这样袖子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钩边。钩边就是在领口位置钩织，将前片正面对着自己，从右胸片最后一行边缘接线钩织，沿着前片、袖子和后片钩一行中长针。入针位置没有要求，只需要使织片平整即可。这样钩边就讲完了。下面学习系带，这里是用双股线进行钩织，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法，先钩织出对应长度的绳子，然后再进行安装。则先来演示一下绳子的钩织方法，请看演示。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左手挂线，留出的线头在下方，先打一个结，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钩针绕线，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第一针完成，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继续钩织，钩针绕线，将线勾出，重复挂线钩织。到达需要的长度后，留线断线。如果需要缝合，线头留长一点。将领口位置的系带预留的线穿入缝针，在领口钩边两侧，一边缝一条系带。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缝合牢固即可。完成后打结藏线。袖口位置的系带就是沿着花片和袖身的交界处依次穿过即可。最后打一个蝴蝶结。
到这里，这款产品的制作方法就全部讲完了。如果大家在制作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